3.82万朋友，大家晚上好，大家生意好，咱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武装灭共专业频道麻辣空间。我今天做完这档节目呢，因为明天要出远门，所以又不知道哪一天出节目，有可能在酒店里边坐下来也跟大家做节目。但是今天呢，我来说一下关于俄乌战争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普京。那么我的标题呢，就是如果我是普京，我该怎么办？大意就是这个意思。早期的普京，他的这种操作和他保护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国土周边的这些情况呢，大家都在网上各说各有理嘛。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假如我老妈是当下是现在的普京，我又应该怎么办？说的好像普京还不如我一样，但是呢，起码战争打到现在为止吧，左右两派的人闹得这么凶，是吧？正反两派的人闹得这么凶，但是呢，好像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有些东西不一定普京能够完得成，他有可能想到了，有可能没想到。那我就不管他想都没想到了哈，就类似于原来川普的节目一样的。我说，假如我是川普，我起码要成立5到6个小分队，这是我原来的节目里面专门提到过的。5到6个小分队跟那个联邦那里边的啥的都没啥关系，因为这种东西总统有权利嘛，国会也有权利。可是川普总统没做这件事情，但这种节目我老早就做了的。我说，假如我是川普，当时我是这样的类别。今天呢，我就来说一下，假如我是普京，起码你收罗全球的这种信息，散落民间，散落政坛，散落各个国家的我们说的右翼的这个领域，保守主义这个领域是有这个价值的。那么川普总统他有可能在当初有条件成为全球的反左的盟主，可是呢他没有干，结果他自己就被弄下去了。那剩下来大家就眼巴巴的望着你普京。所以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要点，普京要知道右翼是有能量的，但是呢权力不大。那怎么办呢？现在的普京啊，就完完整整的应该把自己提起来，不要只考虑俄罗斯的问题，你要把全球所有的右翼都给它弄起来，那你就是全球的盟主。这就是不得不把自己抬到这么一个位置来，因为你不当这个盟主，谁来当呢？川普总统有条件当盟主，结果这个盟主狗日的有口才，可是呢没权利啊，不是没有权利，还是没有军权。而你普京有权利有军权，并且还在干的当中，所以你很容易做成这个盟主。那怎么来做呢？就是每一天你要讲一次，就类似于普京的那个好像是上将吧，就每一天做这个军事战争汇报的那个人一样的，就每天要汇报一次，也叫简报嘛。那普京呢，你身边应该有很多人，怎么来完成超越俄罗斯本身，然后打造一个盟主身份？别小看这个东西，朋友们，你别笑老妈，因为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上阴风点鬼火学的一种方式。当你把声音扩大到全球，在他们的国家，比如说在中国，比如在美国，比如在澳洲、加拿大、欧盟的那些国家里边，当你通过这种方式不停的发动你自己的这种声音发布出来，各讲各的嘛，你左派的你讲你的，我不会陷进你的这个坑里边，反正我就不听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是人家左派的优点呀。你讲的再多他不听他不看，那么右翼的人呢也需要这么一个做法，那也就是右翼的盟主，就是你讲你的，对不起，我不会把我的鼻子让你亲着走，我讲我的，对不起，我讲的已经超越了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全球的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把它解决起来。怎么来解决呢？一定要出现一个盟主，这个盟主就是每天给大家宣讲右翼的好处，对这个人类的帮助，保护妇女儿童，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未来的子孙。你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讲，那么全球呢，就因为你的这种讲法，就很容易把这些右翼的散沙呢凝聚起来，这股力量是存在的，对吧？好比就算我老妈吧，你们的这个俄乌战争还没开打之前，我就说普京你在跟那2个小国家背书了，那么未来打独立战的话就有希望了嘛，大家都心里面看得到了嘛。我老妈从过去到现在为止全网络应该说油管吧哈，我还是算排头兵，有我这样的人。那推特里边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声音，支持你，支持俄罗斯的这种声音，他们都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高智商的这一群人。你要把这群人的向心力给挑起来。那么你来讲话和你的新闻发言官讲话，或你的新闻部门讲话，它价值是不同的。因为你讲出来的，你哪怕就是新闻这种内容的秘书专门给你做出来，你照着念出来都可以，因为你念出来的就不同了。
慢慢的，大家就会发现你身上就有了川普的曾经的那种影子，他到处相当于既挑战又在打击，以至于全球搞大选的时候，美国大选嘛，全球都有那么多举着川普的这个旗帜到处跑，从日本是吧，墙内都有的，欧洲也多得很。那么如果普京你这样做了，说白了就是说你不要给左派的新闻呀、媒体啊这些给他们听他们说什么东西，不听，你讲你的，有的是媒体来帮你报道，它也是有右翼媒体的嘛。这样的话，这个盟主的诞生呢，你的声音会扩大，它有海啸效应、波浪效应、蝴蝶效应，什么效应都可能产生的。它这个最大的好处，说白了吧，就会让左派的人呢心里面胆怯。狗日的这么有号召力哈，而且这些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没在俄罗斯呢，还没有在乌克兰那边呢，他在我们的这边开始，世界各个国家的那种右翼都上街游行支持俄罗斯，情况就变了嘛。你抓你无所谓，对吧？你抓再多都无所谓，反正我天天就在煽动，就是煽阴风顶鬼火的。你不要把我定做俄罗斯咋的，你不要说我什么入侵哪个国家，我没有入侵，那两个国家是本来独立的国家，只不过你联合国没有承认，但是我是一个大国，我承认了它呀，我不叫入侵啊，我是去救助呀，去帮助呀，去帮助他们独立啊，哪点错了呢？他们被你们打了7、8年的时间啊，我现在去帮助他们独立还错了是不是？我才不管那么多，随便他们说什么东西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由一个真正的盟主，那你是国家元首，俄罗斯的一把手，同时现在全球那么多人也在支持俄罗斯，这股力量你不能忽略掉的。如果你越往后走越忽略，那么这些支持你的声音呢，它会慢慢的退却，慢慢的就稀少了，我就不说了嘛，我心里面支持你差不多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在那网络上是呼而嗨约的，该支持的还是在支持嘛。中途又进来一部分人，这些人就是完完整整的支持你俄罗斯的，支持你普京的。你要把这一批人的心给收起来，会越收越多的，这种人会进来的越来越多。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人们要有归属感，哪怕他心灵的归属感。普京应该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我是普京，那么我保证每一天就这样宣讲，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讲的我不看，我不听，对吧？我讲的我知道你不听，你不看，但对不起，有的是人看，有的是人听。但是我这种反左的，直接把你反左的这个声音给你扩大，以我一个国家元首的声音来给你扩大的话，事情就好当了。后边就不是我俄罗斯动乱，而是你们国家有可能自身动乱，同时在你们的政府里边也有可能响应我的这种声音。哪怕在投票的时候，他可能想一下，比如说我还是支持俄罗斯还好一点。你看人家讲的还是有道理啊，这是第一个，完成盟主身份的转换。你不要把眼光归属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要放眼全球，这个事情要做到。然后第二个，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推动全球右派武装这件事情。虽然说好像这个东西不好意思拿到台面上来做，这种事情就一定要委托代理人来做，但是声音要放得出来，也可以演讲，对吧？你们凡是哪些国家，我不仅仅是这个顿巴斯，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小国，我不仅仅是帮助他们，你们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右翼武装，你们愿意完成独立，我都支持你们，至少武器上支持你们，这个精神上支持你们，人口上我可能支持不了你们，但是需要你们自己努力，我赊给你们可以吧？那狗日的油管里面那个麻辣空间这样的人没问题，你知道所以什么能有的军火我们都给，但是真正要做到这一步呢，肯定是很漫长的。可是你要煽动起这种声音起来，因为左派最怕的就是这种声音，你要拿捏到他的软肋。狗日的万一哪一天狗真的普京的这个军火船、军火商真的给这些人对接起了，狗日哪一天后院起火还难说了。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那么硬刚的给你普京两个挑战。你只要发出这种声音，虽然不是你本人发出来的，但是又都知道是俄罗斯官方或军方发出来的声音，任意一个右翼的、保守的、维护国家、维护子孙命运的团体，我们都支持你们。那这种声音喊出来了之后，这个事件会逆转的，这个事件将会出现另外一种事件观。因为原来很多人都是觉得怂逼嘛，怂在哪里呢？我手上没枪啊，啥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嘛？弄不好啊，又没人帮我，没人当我的大靠山。那么普京如果实施了这一招，他是我们这种叫杀的是回马枪或虚晃一枪。你要真正完成这个工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但是你话可以先喊在前边，那么你就让全球的这些人呢，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靠山，这些人心里面就踏实了。那好，我们未来是有靠山的，你要把这一帮子人就放大了嘛，从原来的第一个口炮的那一个、心态的那一个，对吧？消费的那一个，
那区我们那一片叫那一个片区，就第一个片区的人，他属于整个全球的普罗大众。那在这里边就藏了那么一批想干点实事的人，而这批人你就要把他们包装起来，打造成一个金字招牌。只要你们需要，给我说，直接给我俄罗斯的啥啥啥来玩这一招，野一点。别人什么左派的这些人啊，什么媒体啊，这无所谓，你批判你妈，这个事情都烂成这样了，我还怕你批判吗？我顺着你的鼻子啊，不，我的鼻子顺着你的绳子走，我还是臭名昭著的一个人。与其这样，我不如就按照这个方式来。你说你的，还是那句话，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如果真有那么一批组织呢，不是一个地方的组织哦，那有可能是全球化的那种组织都有了，对吧？各个国家都有。左派就可能要当孙子，起码在言语上他不敢硬干，因为你也说了，就你普京也说了的，这个东西打原子弹、打核战我们都不怕的，这个无所谓，摧毁地球也就摧毁嘛，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第二个，也就是从第一个类别往下走的时候，级别就更高一个级别，这个级别高就高到要把这个全球的右派武装，类似于美国的骄傲的男孩这些人的心气给他提起来。你们放心，你们是有靠山的，不是没有靠山的。你们拯救了你们的国家，我为你们的荣耀感到高兴啊！我不会来说侵吞你们的土地的，你们的土地上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没有靠山，我来当你们的靠山啊！没有这个武装，我来给你们提供武装。OK， 达到这一步呢，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摆在瘾面前的。否则的话，你要说你前面的两个搁这打口炮，没啥用，对吧？那第三一步呢，就是玩命打，就从现在开始，不要记后果了。你只要记后果，实际上就掉入了他们的陷阱。你能救多少人，就救来远离战区。那战区里边救不了的人，被他们绑架的人，你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嘛？肯定要死人的，不死人还打锤子的仗啊，那就无所谓了。打仗肯定要死人，那么你就要玩命的打，能逃出来逃到你那地方来的老百姓，你就把他解救到安全的地带，那绝对安全，不能再像那个什么布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就那个乌克兰这段时间闹得最凶的那个造假的那个事情嘛。不要再闹出那种笑话，所有的居民只要接上了的，立马拉走，拉到安全区去放着，对吧？你多的钱都花了，这点钱花不得吗？剩下来就是狂轰滥炸，狠命的打，就是直接把他们往肉酱肉泥上面这个打啊！他们这样对待俄罗斯士兵，那你就应该要把他们呢往死里摁，就是斩尽杀绝的那种方式去玩。这一段时间就必须要进入这一个工程。也就是打仗，我必须要打的，不能停的，狠命的打，玩命的打。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定律，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足球场上也是一样的，无论他赢还是不赢，最终以进球数说了算的。那么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停止进球数，然后陷入了他们的舆论风暴里边，吃大亏。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就不要干这个事，你讲你的无所谓，老子天天拼命的打，玩命的打，把人往死里打，打成肉酱这种方式，把他打来，最后你是胜利者，说话方式就不同。人们都是这样的，从众胜利这一个方，至少形态上是这样的。哪怕即便是讨厌你，怎么了？老子胜了，给现在的左派剽窃选票到白宫当伪总统，这帮子死杂种是一样的。你说再多，我现在在白宫里面待着，那么普京也应该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说再多，老子已经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了。死无对证嘛，你要报你爱报不报，你想怎么报就怎么报嘛，无所谓啊，因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呀。我有了前面的两大要素之后，我还怕你们，是吧？所以第三条是相当重要的。然后呢，就是第四呢就是目标要高，这个是向来都是这样的，古往今来的历史全都是这样，一定要做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活捉泽连斯基，一定要把这个口号、这个风声由军方的最高司令长官发出来，每一天发。我们现在跟踪到泽连斯基这个人已经到了哪里？我们的目标，最终的目标一定要活捉泽连斯基这个战争罪犯，一定要让他在法庭上承认他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培养了多少恐怖组织，奴役和屠杀了多少老百姓，伪装和制造假象，干了多少坏事，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把它放到最高的声音。其实吧，就按照我老妈的谋略来说，抓得到他抓不到他是次要的，但这种声音很重要，这种声音会震慑他的脑子，
震慑他的灵魂。也就是说，人还没抓到，他心可能就崩溃了，有可能就是某一天他就已经神经病了，甚至有可能某一天他带着他的帮子流亡了，跑到美国，跑到欧盟那些地方去当流亡政府去了。这叫隔山打牛，方式方法嘛。但是你每天的目标不是为了说我过去可以说为了这两个国家独立为了解救我的俄罗斯族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既然你们这么无耻，老子的目标最高目标就是必须要把泽连斯基活捉，不是枪杀，是活捉他。但是这个时段呢，就会引起这个欧美国家的很多人的愤弹嘛，那些政客。那不管哪一个国家，那都无所谓，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我不会批评你们，就任意哪一个国家的那种反俄罗斯的这种西方国家，你都不要去批评他，你甚至就是淡淡一笑，就是既然坐上了盟主，那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主义的问题。你们玩的是共产党全球主义，我玩的是传统保守的基督的传统主义。两个主义对垒起来之后，我还在乎你这个东西吗？但是我不批评你，你自己心里边拿捏，看看我们普京怎么玩死你们。我不点名，但是每一个政客心知肚明，他既然能够把泽连斯基推为最高目标来拿下，那下一步很有可能要搞我的，是吧？这个东西把隔山整牛敲山整虎的这个事情把它抬高起来，弄到最高的这个层级，让这些人可能稍微收手一点点，对吧？接下来的第4了吧，目标要高。好，第5我们来说一下，第5呢就是主动邀请，类似于川普或政见每一个国家都有政见，都有左右两派嘛，红人、名人、知名的人，只要是你在网络上支持我俄罗斯的，那类似于狗日的油管里面的麻辣空间这样的人，我们都邀请他们到俄罗斯、到乌克兰、到战区去访问，这是集结力量的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前面的那几条你玩转了之后呢，当然老百姓的声音就差不多靠拢了。可是作为高层有号召能力的这帮子人，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有时候唱点反调还麻烦，所以就要把这一帮子人给他拉过来。川普的支持者都看到川普访问俄罗斯，那就不一样了。全球的那么多知名人物，不管是体育、科技、文化这些圈层里边的人，他们也接受了，相当于他的粉丝嘛，他都到那个地方去，并且讲话发言，这些都代表着事件的一个潮流，而不是一个国家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问题。而把这个东西弄好，然后源源不断的这种声音呢，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那左派呢就有很大的情况是扛不住的。你不可能说川普总统没有条件访问俄罗斯吧？他来了的辞职下来的很多总统嘛，到处乱跑一通，多得很的是嘛。你说安全问题联邦要给过去的退下来的总统负责这个安全经费之类的东西，那普京你就说一句话，他们离开美国以外的所有的安全由我俄罗斯军方全面负责，关你个毛事呀？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那么把这一帮子人号召过去，实际上是定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胜利的一条路，而是全球的右翼的崛起的一条路。这个东西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关键，它是整个扫平左派全球共产主义的这个左派的这一条道路上走下来的。他们走下来的这些路子是很扎实的，但是怎么来破他们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来破他们是最好的，就是主动邀请。那么第6个内容呢是这样的，一定要马上派俄罗斯的文化、科技、教育各个方面的官员访问各个你肯定你普京知道吗？比我老妈清楚哪些国家亲俄的，哪些国家不亲俄的，哪些国家是你知道的。比如说中国那一边，你完全不派人去，中国共产党那边要派人过来，你也不接待，你也不批准。你要把真正跟你走到一起的，比如说印度这样的国家，中东的有些国家，比如土耳其这些国家，把他们作为访问团，就你的人主动去访问他们，并且访问就要发表演讲。注意，这些国家他有自己的电视台，有自己的新闻记者，他们相对来说是亲俄的，甚至相对来说公正吧。那么跟你有仇的、有问题的那些国家，你点儿都不去，把全世界这些20-30个、30-40个、40-50个这种亲俄的国家全部走完，
电视上该讲的讲，该报道的报道，这也是声音。那么拉拢这个东西有个最大的好处，这些国家他就会觉得俄罗斯会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他们的新闻媒体呢，原本可能在游离左右摇摆当中，但经理的这些高级官员、高级别官员的这种访问，拉拢了媒体的关系，摆明了立场，拯救全世界的责任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有了这种概念在里面贯穿着，那这套体系基本上你自己的盟友他会清醒起来。那么像中共这样的国家，你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给中共这样的国家，它是表里不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伙的，但是暗地里呢，实际上是生冤家死对头了。这件事情呢，我是油管或者说互联网最早报道给大家，因为这个呢是我自己的原来工作的环境决定的。前年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节目嘛，我就专门说了，俄罗斯跟中共两个是有仇的，只不过呢大家不知道而已，这个无所谓了嘛。但我这个话说出来意思就是说，不跟中共玩来，也不骂中共，也不批评中共啊，让你自己逼缺难受，也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你们中共引发的，它并不是美国引发，也不是欧洲引发，是你中共调度而引发出来的战争。所以我不得罪你，但是我心里面有数，我能访问的国家当中都没有你中国，没有你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左派的，就是现在制裁俄罗斯的这些国家当中，任意一个国家，访问团、普京、军官这些都不批评他们，也不赞美他们，也不指名道姓，总之你用行动来告诉对方，让对方呢每一天都不知道到底你有什么招数要发出来，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访问加上前面的5条，这就是整个6条加上访问嘛，就是6条就完成了。那这6条完成了之后，差不多战争也就结束了，就要进入重建阶段，怎么办？那之前做的这个铺垫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很重要，要干什么啊？马上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国，以俄罗斯参头，重新梳理联合国。说白了就是支持过你的国家，就是联合国。那么哪些国家暂时就不能加入呢？比如说类似于中共呀、美国呀、欧洲的那些制裁你的那些国家，暂时就不让他们加入。新的联合国的名字，它一定是右翼保守主义联合国，名字可以取长一点，或者说想一种办法弄出来。那么在这里边呢，就要改变原有的联合国的那种流氓模式操作，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也总结了不少的经验啊。你俄罗斯也是里面的5大常任理事国啊，你把这个新的联合国成立起来，取的名字一定是联合国，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不要去起其他的名字，其他的名字都是扯卵蛋的，就打的招牌就是联合国。你爱承认不承认，反正我们这30-40个国家成立的联合国就完了吧，是吧？那么原有的老的联合国要不要退呢？千万别退，还是有人在那里面待着的。这就是原来我跟川普做他的节目的时候，以及跟他写信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退出来，那立马你就要拉群。如果你退出来又不拉群的话，你不如不要退，你在那里面耗着，看他们怎么表演，是吧？你怎么弄都可以，但是我的新的联合国那就成立了，这里面没有这些左逼领导的国家，但是呢，每一天跟他们煽阴风点鬼火，主要是给他的民众。你看看，如果你们有能力把他们给搞下去的话，我们的这个联合国是欢迎大家加入进来的。像类似于中共这样的国家你们的老联合国里面好好的待着就 OK 了嘛。可能有朋友会批斗我嘛，那这一次俄乌的那边的事情，那中共还投了反对票了，他哪来的中共天下唱花脸白脸的第一老大？我老妈指出来的这些方法，其实大多数都是好学的，我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所以说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只想听我自己的，我是左右两边我都学的。学了之后呢，我的心向往着右翼保守，为我们的后世子孙，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做点贡献。这起码打造小政府的都是这样做的嘛。这儿跟大家补充一下，像美国的大政府现在已经大的跟中国共产党可以比高下了，大部门也就是部委级以上的，美国这边是45个了，俄罗斯那边才32个，那么中国的当然是60多个。你们自己想一想，谁是大政府谁是小政府呀？有些东西很多现在的人是吃不透的，没办法，走不到这个地步来。当他走到我老妈的这一个级别的时候，他们给我跪过来的时候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总之吧，现在他们猖狂的很，疯狂的很反正就是他们懂啊。我说我一个真懂的人，我都不敢跟你们那么狗日的那么猖狂，那么猖獗的。我随便发一个推特，下面狗日的一长串的来喷我，太他妈不要脸了。但是如果这个事件需要右翼的存在的话，我觉得普京现在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挑起真的是拯救人类的责任，绝对不仅仅是俄罗斯，否则的话，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很严重哈，严重到啥程度呢？你普京没有吃这个心丹，不会长生不老的，你总会死的。你死了之后，你的接班人有没有这个条件跟你一样扛住全世界左派的疯狗战术围了你的？不一定扛得住的。那变相的你就加害了俄罗斯人，同时也让全球的右翼的这帮子人看不到希望。因为现在在右翼群体当中，你要找一个类似于川普、类似于普京这样的人，几乎为零。有的是那种很小的国家，他没有号召力嘛。这种有号召力的只能在大国里面产生了。因此吧，现在的普京，假如我是他本人的话，我说实话，这7大步我是必走无疑的，不怀疑，就要玩这个东西。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老子你们玩的拉一派打一派，老子也玩拉一派打一派，是吧？你们来的阴的，我也来阴的；你来猛的，老子也来猛的。你在我的这个战争范围内来挑拨离间，那对不起，我要干的事情在你们的国家挑拨离间，让你们的右翼找到靠山。这样做的话，基本上这些左派，我估计还是要跪下的左派嘛，大家都是那个能屈能伸的那种屌样。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左派哈。那彻底的把他们弄出去的话，就要从政群政坛里边直接把他们慢慢的清洗，把这种毒瘤把他们慢慢的清洗出去。他们是一群毒瘤，国家的毒瘤。好了，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咱们不知道哪天见，谢谢。